美军速控委内瑞拉，中共和俄罗斯慌了。莫斯科惊魂夜，军工厂瘫痪，俄军生命线危险了。伊朗最高领袖逃亡计划曝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美国在周六1月3日突然抛出一枚震撼弹，宣布通过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成功控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这一消息瞬间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马杜罗长期统治下，委内瑞拉早已丧失有效治理能力，选举沦为政治表演，军警与黑帮、毒品网络深度勾连，国家资源被腐败精英与中俄势力瓜分。这样的体制不仅压迫本国人民，还通过难民潮、治安外溢和能源操弄，将风险不断向外扩散。资深媒体人石坂民夫直言，如果国际社会仍把不干涉内政当成最高道德原则，本质上等同于纵容独裁者以主权之名对内镇压，对外制造混乱。从这个角度看，美军以极短时间、极低外溢成本完成斩首式行动，正是乱世用重点的体现。虽然冷酷，却可能比长期制裁、代理人战争甚至内战付出更少的生命代价。更重要的是，这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极其清晰也极其残酷的信号：当民主阵营真的下定决心，独裁政权并非不可撼动。石坂民夫认为，这种心理冲击对北京、莫斯科和平壤而言，远比无数外交声明更具杀伤力。他还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在行动前，川普先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这并非外交礼节，而是战略讯号，象征日美同盟已被纳入实质行动层级的决策链。对台湾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安全从来不取决于敌人说了什么，而取决于盟友在关键时刻会不会真的行动。在军事层面，冲击同样直指北京。台湾媒体人王浩宇指出，委内瑞拉防空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制造的 JY-27 雷达。中国长期宣称该系统可侦测 F-22、F-35 等隐形战机，然而这次行动中，美军发动电子战后，这些雷达据报瞬间致盲，完全未能发挥预警作用。委内瑞拉空军在地面即被压制，这等于向所有中国武器的潜在买家公开示威。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 A2AD 体系，在美军真正的电子战与隐身技术面前，可能不堪一击。这不仅是技术打击，更是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高级研究员克莱顿·希诺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指出，华盛顿若真正推动政权更迭，最不安全的将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长期是委内瑞拉石油的关键买家和利益相关方。西格尔强调，从资源角度看，委内瑞拉具备极其诱人的战略价值。多项评估显示，该国实际上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备商业开发潜力的地下石油资源。但问题在于，这些原油极其粘稠，类似糖浆，技术门槛高，处理成本大，必须依赖特殊炼化工艺转化为汽油、柴油等高价值交通燃料。因此，资源多并不等于好赚，更不等于能迅速重返国际能源市场。真正决定委内瑞拉未来的关键不在油藏，而在政治。西格尔直言，为委内瑞拉制定一条可信、可执行的政治稳定路线图，是所有问题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前提。政治稳定是全球资本投资的首要条件，而在委内瑞拉这一条件几乎长期缺失。专制统治、被操控的选举、宏观经济治理失败，在叠加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长期存在的资源民主主义、资产征收与没收历史，使得该国投资环境几乎劝退所有国际能源公司。在政策层面，美国仍然牢牢掌握着关键杠杆。
西格尔指出，特朗普政府至今仍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实施事实上的隔离政策，并维持对个人资产和实体的系统性制裁。这是华盛顿施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迫使委内瑞拉政权朝更亲美的方向转变。在这一政策未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委内瑞拉石油进入全球市场的规模注定十分有限。在这种格局下，中国首当其冲。西格尔表示，除了一小部分原油由雪佛龙运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外，委内瑞拉几乎所有可出口石油最终都流向中国。因此，一旦美国持续强化隔离策略，最先感到冲击的正是中共。即便委内瑞拉原油在中国整体进口结构中占比不算高，但这种通过制裁、军事或政治手段干预石油出口国领导人的先例，一旦被打开，就无法再把牙膏挤回管里。作为能源进口国，没有任何一方会对此感到安心。俄罗斯面临的潜在损失可能更加深远。首先，俄罗斯石油公司长期深度参与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在当地拥有现实且可观的利益。如果美国在委内瑞拉建立更强控制力，并有意将战略对手排挤出局，俄罗斯在该国能源领域的角色可能被系统性削弱，甚至被彻底剥夺准入资格。其次，也是更具连锁效应的一点是供应风险的外溢。西格尔提醒，当前存在一支同时服务于委内瑞拉、伊朗和俄罗斯的受制裁影子邮轮船队。俄罗斯相当一部分石油出口正依赖这支船队，向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几乎仅存的大型市场输送原油。如果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导致这支船队的运营成本上升，风险加剧，那么成本压力将直接传导至俄罗斯。当地时间1月5日深夜，莫斯科迎来新年以来的首次实质性打击。大规模无人机群突入俄罗斯领空，俄军防空系统整夜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首都上空多次传来爆炸声，多名当地居民表示，当晚至少听到约6次明显爆炸，城市气氛骤然紧张。受空袭影响，普鲁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捷沃4大主要机场先后实施关闭或飞行限制措施。空域管制直接冲击俄罗斯航空系统，导致约2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俄罗斯民航遭遇的首次系统性混乱事件。俄罗斯方面通报称，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周边击落了20至40架接近首都的无人机，并宣称当晚在全国14个地区共拦截253架无人机，其中39架发生在莫斯科上空，另有86架集中在布良斯克地区。俄方同时表示，这批无人机多为低成本 FPV 机型，疑似由乌克兰特工在靠近机场的区域就地投放，显示出较强的渗透与灵活打击能力。不过，相关战果尚未提供可供独立核实的影像资料，仍需等到卫星图像和后续情报确认。相比莫斯科的空域扰动，更具军事意义的打击发生在首都以南约300公里的叶列茨市。当地一座关键军事工厂在夜间遭到精准袭击并引发大火，现场视频显示，厂区车间被火焰吞噬，滚滚浓烟在数公里外清晰可见。周边居民在家中即可拍到持续升起的黑烟。这并非一座普通工厂，叶列茨军事工厂长期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生产动力系统的重要供应来源，同时还供应电子设备的核心配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该工厂近期内第2次遭到袭击，说明乌军已将其列为重点，反复打击目标。更耐人寻味的是，该地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300公里，意味着乌军在这一纵深范围内也能较为从容地实施无人机甚至导弹打击。从莫斯科上空警报声到叶列茨燃起的烈焰，一个趋势正在清晰浮现。乌克兰的打击正在从边境延伸至俄罗斯战略纵深。
攻击节奏和地理范围同步升级，这几乎为2026年的军事行动定下了基调。与此同时，乌克兰情报系统也在暗线推进。乌克兰情报机构发布通报称，他们已成功突袭俄罗斯第47导弹旅，行动发生在去年12月26日前后，地点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乌方称，特工部队炸毁了一辆载有该旅士兵的军车，造成实质性损失。第47导弹旅在基辅方面眼中并非普通部队，乌方长期指控该旅参与了针对乌克兰平民目标的导弹袭击，因此早已被列入重点清除名单。这次行动被视为乌克兰情报部门对战争罪责任人的一次定点打击。乌方同时警告，这类清除行动不会停止。如果说莫斯科的爆炸声象征着战争心理边界被突破，那么叶列茨的火光和特工行动则说明乌克兰正在系统性的重塑战场规则，不再被动防守，而是持续向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和指挥体系施压。2026年的第一周，战争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将是一场更深、更远、更不对称的对抗。乌克兰战场前线最新画面显示，乌克兰不仅在红军村方向摧毁了俄军关键补给通道，一款射程直指莫斯科的国产大杀器也已悄然进入实战部署阶段。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1月4日前后，乌克兰空军出动米格29战斗机飞抵顿涅茨克州红军村波克罗夫斯克一线，在完成空中侦察后，乌军果断投下法国提供的 ASM 锤子制导炸弹，目标直指俄军控制区内的一座关键桥梁。随后的现场画面清楚显示，桥梁附近接连发生爆炸，强烈火光划破夜空，俄军用于运输补给的桥梁被精准命中并迅速失去通行能力，浓烟在短时间内完全覆盖桥面。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当时正试图将该桥既作为后勤通道，又充当临时掩体，但这一企图随着炸弹落下彻底破产。无论是作为补给线，还是作为战术掩护，这座桥梁都已被从战场上抹除。乌克兰方面尚未公布最终战损评估，但这一打击显然是为支援红军村方向的地面作战而展开，显示出乌军正在更加频繁、直接地以空军力量为前线部队开路。尽管俄方在去年底曾宣布完全占领红军村，但进入2026年后，战斗事实证明，该地区仍处于高度拉锯状态，控制权远未稳固。另外，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已接近尾声。联合部队发言人维克托·特雷古伯夫表示，目前仍滞留在该地区的俄军人数已不足100人，清剿行动基本完成，残余部队主要躲藏在城市中部及西北部的地下室内。不过，与此同时，也有消息称，俄军指挥层已下达命令，要求最迟在2月前重新夺回这座城市，显示俄方在政治与军事层面仍不愿接受该方向的失败。乌利亚波尔方向的局势则更为惨烈，战斗已蔓延至城市内部，几乎波及每一条街道和居民区。俄军持续以空袭和炮击打击乌军前沿阵地及后勤补给节点，试图以火力压制扭转战局。在泰尔努瓦特，一支俄军分队在该镇最东端区域被发现并遭到歼灭，而就在前一日，俄军曾向该地区投掷多达40枚制导航空炸弹 CAB， 这一高强度火力投入反映出俄方急切希望在胡利亚波尔以北重新夺回主动权。莱曼方向则呈现出另一种态势，俄军正在进行缓慢而持续的地面推进，但这种消耗式进攻正在付出高昂代价，无论是装备损失还是人员消耗都在不断累积，而俄方人力资源的现实限制使得该方向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并不高。总体来看，短期内莱曼方向不太可能发生决定性变化。对乌军而言，真正的难题在于后勤补给，从后方通往莱曼的主干运输相对安全，但一旦进入周边邻区，运输线路频繁遭到俄军集束炸弹袭击，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由于乌克兰持续以无人机
对俄军主要补给线实施监控和打击。俄罗斯自身的后勤体系同样承受着严重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区，俄罗斯部队中已有数量不小的外国作战人员阵亡，其中多数来自非洲国家。与此同时，一条更具战略意味的消息开始在战场后方发酵。乌克兰火烈鸟巡航导弹发射前的照片首次曝光，画面中导弹弹体上清晰可见 Cyber-Operational 情报组织的徽章标识，引发外界对其任务目标的广泛猜测。这些火烈鸟是否已经发射？是否已经飞向俄罗斯纵深？目前尚无官方确认，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完成部署，随时具备实战能力。作为乌克兰在2025年推出的国产远程武器，火烈鸟已多次出现在俄乌战场，并被认为取得了实质性效果。其最大特点在于极端的性价比与射程组合，弹头当量高达约1吨，射程可达3000公里，不仅覆盖莫斯科，更可威胁俄罗斯后方腹地的重要军事与工业目标。除火烈鸟外，乌克兰还在同步推进多款 FP 系列导弹无人机的研发，大量关键零部件实现本土化生产。在成本显著低于俄罗斯传统导弹的前提下，乌军正逐步构建起更适合长期消耗战的远程打击体系。一条来自英国《泰晤士报》的情报披露，让伊朗局势陡然多了一层生死逃亡的意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 B 计划。据《泰晤士报》1月4日援引的一份情报报告显示，现年86岁的哈梅内伊已制定备用撤离方案，一旦国内动荡失控，安全部队无法镇压示威，甚至出现倒戈迹象，他将立即带着20多名最核心的亲信和家族成员逃离德黑兰，首选目的地是莫斯科。一名情报人士直言，这份 B 计划不仅涵盖哈梅内伊本人，还包括他的儿子，被广泛视为接班人的莫吉塔巴，以及最内圈的权力合伙人。这是为最高权力核心整体保命而准备的方案。为何是莫斯科？曾逃离伊朗，现为以色列情报部门工作的贝尼·萨布提给出了一个冷酷的判断，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在萨布提看来，哈梅内伊对普京长期抱有近乎崇拜的态度，且伊朗体制与俄罗斯政治文化高度相通。更重要的是，莫斯科已经为类似人物打过样，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2024年12月，在反对派武装逼近大马士革前夕，阿萨德迅速登基，直飞莫斯科，成功脱身。这次模板式逃亡显然已被伊朗高层系统研究并纳入预案。情报显示，相关撤离路线早已规划完成，一旦触发条件出现即可启动。同时，哈梅内伊阵营也在为安全通行提前铺路，在海外配置资产、房产与现金，以确保关键时刻不被撤走。这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13年，路透社就曾调查披露，哈梅内伊通过复杂网络控制的资产规模高达950亿美元，横跨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他的多名高级助手早已将家属安置在美国、加拿大和迪拜等地。而真正让这份逃亡预案变得紧迫的是伊朗国内正在失控的现实。自2025年底以来，伊朗爆发新一轮大规模经济抗议，通货膨胀失控，里亚尔暴跌，民生急剧恶化，示威迅速从经济诉求演变为直接的政治挑战，矛头直指最高领袖本人。抗议浪潮已蔓延至多个省份，人权组织称至少数十人死亡，数百人被捕。伊朗当局将示威定性为暴乱，一边强力镇压，一边也罕见承认经济压力巨大。纽约时报披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于1月2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减少暴力手段，并同时为潜在的外部军事打击做准备。一名高级官员私下承认，政权已进入生存模式，既缺乏经济解放，也缺乏有效威慑工具。就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态度骤然变得更具威胁性。1月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上公开警告德黑兰，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如果他们像过去那样屠杀抗议者，他们将遭受重创。
这番话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被大量账号标注为突发新闻。同一天，美国国务院波斯语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段意味极重的视频。视频中，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提到，尼古拉斯·马杜罗曾有机会，伊朗也曾有机会，但当机会被浪费，后果就会到来。配文只有一句话：立即离开。在马杜罗刚刚被美军突袭、押解回国受审的现实背景下，这段话被普遍解读为对哈梅内伊的直接警告。这一次，美国不是只说说而已。伊朗方面迅速反击，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奇斥责川普言论鲁莽且危险，称伊朗武装力量已进入待命状态，知道该瞄准哪里。哈梅内伊本人也在1月3日录制讲话中强硬表态，宣称绝不向敌人屈服，并要求严惩暴徒。但外界普遍注意到，伊朗高层的底气已明显不如从前。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